川普终于动手了。2025年10月15日，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记者会上扔下了一个足以震撼全球的重磅炸弹：我们现在就在贸易战中。是的，撕破脸了。这一次是真的开打了。川普宣布，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将征收最高500%的惩罚性关税，目标直指北京绕道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血债。这是继冷战结束以来，美中之间最猛烈的一次正面冲突，标志着两国经济关系彻底进入敌对状态。与此同时，印度政府紧急声明，将停止购买俄罗斯原油，试图避免被美国卷入制裁名单。一场真正的全球金融级地震就此拉开序幕。他们骗了我一次，现在又想骗我第二次。川普在讲话中毫不掩饰愤怒。他回忆起上一个任期的中美谈判，他们签了第一阶段协议，却什么都没做。现在又开始拖延、伪装、蒙混。他说：“这一次我不会再上当。”白宫高层随后披露，川普的愤怒并非偶然。过去几个月，中国政府一边对外宣称愿意谈判，一边却在暗地里加码稀土出口限制、制裁美企，还批准数十亿美元的俄油进口订单。换句话说，北京在假谈判，真挑衅。如果中国继续用稀土胁迫全球，那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宣战。财政部长贝森特最后通牒，他揭露中方在关键材料领域的出口控制行为，称其为经济恐怖主义。据路透社10月15日报道，北京上周突然宣布限制出口17种稀土材料，其中包括铝、锑、铊，这些正是制造半导体、导弹、电动车电机的核心材料。数据显示，中国占全球稀土供应的70%以上。一旦出口受限，全球高科技产业链将立刻受挫。贝森特警告，如果中方想继续扮演不可靠的伙伴，那么世界将被迫与中国脱钩。这句话让人联想到一个冷冰冰的现实：西方世界真的已经在为后中国时代做准备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比外界看到的更惨。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，9月中国 CPI 同比下降 0.8%， 为2020年以来最大跌幅。PPI 连续第27个月为负，工厂价格跌无可跌。房地产市场继续崩塌。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有67个城市房价下跌。一线城市的金九银十不再存在，北京二手房成交量环比暴跌 45%， 失业率更是冰冷刺骨。官方青年失业数据自2024年7月起暂停发布，但日经亚洲估计，真实失业率可能高达 46%。大量年轻人陷入长期无业，只能靠家里补贴度日。资本正在疯狂外逃。根据瑞银集团报告，2025年前3季度，中国高净值人群向海外转移资产总额达5500亿美元，创历史新高。外资撤离更是雪上加霜。彭博统计数据显示，今年外资连续7个月净流出 A 股，累计流出规模高达2100亿元人民币。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，北京却选择掀桌子，主动挑起与美国的贸易战。这无异于一个已经病危的病人主动拔掉氧气管。不同于2018年的仓促应对，这一次美国显然早有准备。数据显示，美国从2022年起全面调整供应链，过去3年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度下降了近 40%。越南、印度、墨西哥取代中国成为美企制造重心。台积电、英特尔、三星纷纷在美国本土建厂。苹果在印度和越南的产能占比突破 40%。能源方面，美国页岩油产量创新高，天然气出口暴增至全球第一，半导体设备制造被重归美国主导。换句话说，
美国已经摆脱了对中国关键制造的依赖。川普清楚，他这次出手不仅是为了选举，更是要彻底切断中国最后的经济期待。掀桌子在北京高层眼中是一种策略。北京认为，通过制造紧张气氛，能逼川普让步，换取在台海、投资、金融等议题上的谈判筹码。但现实很残酷，美国不再是2019年的美国，而中国也不再有当年的底气。如今的中国，制造业利润率跌破 2%， 外贸订单暴跌 20%， 外汇储备虽然仍号称 3.1万亿美元，但外资普遍质疑，其中至少1/3是不可动用的账面数字。更可怕的是信心的崩塌，企业家不再投资，年轻人不再消费，中产阶级疯狂买金条换美元转移资金。全国各地的小企业在关停转的循环中死去，留下的是一片看似平静实则萧瑟的经济荒原。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在接受《纽约时报》采访时直言，这已不是贸易问题，而是制度问题。川普政府认为，北京的问题不是补贴，不是汇率，而是体制根源上的掠夺性经济模式。贝森特甚至在 IMF 会议上公开说，如果世界继续依赖一个无法被信任的政权，那么下一个被勒索的将不是美国，而是全人类。这话让整个国际金融界哗然，却也点破了真相。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文明的对撞。当中国还在靠行政命令维持经济表面繁荣时，美国早已进入系统性脱钩的冷暴力模式。川普没有再给北京留面子，他直接宣布我们征收100%的关税，因为如果没有关税，我们就没有国家安全。贸易战还未全面升级，科技战已经同步打响。川普政府宣布将扩大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出口管制，覆盖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芯片、半导体制造设备、航空材料和量子计算。10月15日，美国商务部新增48家中国企业进入实体清单，其中包括华为供应链的关键公司、深圳的芯片代工厂和国有科研院所。与此同时，外资加速撤离中国资本市场，高盛、贝莱德、摩根士丹利等机构纷纷下调中国评级，认为系统性风险已经不可逆转。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种罕见的系统性溃败，贸易战、制造业断裂、出口崩塌、财政失血、金融动荡、消费坍塌。这不是危机，而是塌方。一个社会最怕的不是经济衰退，而是信任坍塌。如今的中国正陷入全面的信任危机，老百姓不信政府，企业不信政策，投资人不信市场。2025年以来，超过320万人注销营业执照。国企高管逃逸式辞职潮蔓延，仅今年前9个月就有超过800位央企副总级干部提前离职。民营企业纷纷外迁香港、新加坡，所有人都在撤退，甚至连地方官员也在跑路。据香港经济日报披露，已有多地财政部门出现公务员集体休假请病假不回的情况。这不是个人选择，而是体制恐慌。川普说的直白，关税是我们的防线。对美国而言，这场贸易战是去风险、去依赖的必然过程。但对中国而言，这是一场系统性清算，它将迫使整个体制面对最痛苦的问题。没有市场，没有信任，没有创新，还能撑多久？中国经济的问题早已不是被美国逼的，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构性病灶。地方债高达97万亿元，居民储蓄缩水，消费疲软，人口老龄化速度超预期，劳动人口在2025年跌破8.5亿，制造业空心化，金融体系脆弱。当外部压力叠加内部崩坏，任何一根稻草都足以压垮整座骆驼。美国在重建，中国在瓦解。
贸易战不是美国的战争，而是中国的试炼。它揭开了一个时代的幻觉，那个高速增长、充满自信、遍地黄金的中国已经结束了。接下来的日子只会更冷、更长、更痛。当关税铁锤砸下，中国真正的危机不是外部的封锁，而是内部的绝望。